今天我们来谈谈人生一个重要的课题。当人到55到65岁，有了一笔存款，该优先购买什么，才能决定晚年生活是幸福还是凄凉？不少人以为，只要存够了钱，儿女够孝顺，自己的晚年就高枕无忧。但现实往往不是这么简单。很多长辈辛苦攒了一辈子钱，却因忽视了一些无形的宝贝，到了晚年反而过得郁郁寡欢。有人抱着金山银山却孤苦无依，有人儿孙满堂却百病缠身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答案就在于你是否买下了决定晚年幸福的那5样东西。别误会，买在这里不是让你挥霍无度。所谓用存款买下5样东西，指的是用你的财力和精力去优先获得这5种对晚年至关重要的保障与福气。它们看似无形，却能彻底改变你老年生活的质量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无数过来人经历的真实总结。5样东西有1样没买到位，你的晚年生活都可能因此失色。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探讨，这5样决定晚年幸福的关键到底是什么？第一样东西就是健康。这可能听起来老生常谈，却是被许多人忽视的真理。到了一定年纪才明白，健康不是理所当然拥有的，而是需要花钱买的。年轻时拼命赚钱，透支健康去换钞票；年老时即使腰缠万贯，却发现买不回年轻的身体。这是人生极大的遗憾。试想，一位老人存款千万，但日日被疾病折磨，卧病在床，这样的晚年能谈得上幸福吗？相反，有位长者资产平平，却身体硬朗，每天能走能动，无病无痛，清晨慢跑，午后喝茶，他脸上的笑容难道不比病榻上的富翁灿烂吗？健康就是福，健康就是老年人最大的财富。所以上了年纪，一定要舍得在健康上花钱，把钱真正用在刀刃上。55到65岁正是健康隐患开始浮现的阶段，更要定期体检，及时治疗，有病早治，没病早防。有了存款，千万别舍不得花在营养和医疗上。每年1次的全身健康检查，品质好一点的保健食品，必要的锻炼场馆会员卡，这些都是对自己健康的投资。很多人退休后舍不得吃穿，用最廉价的菜肴将就自己，结果营养不良，免疫力下降，或者舍不得看小病，拖成大病，花费数十倍的金钱和痛苦，实在不值得。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，有存款也要买一些让心情舒畅的东西，例如种花养草、听音乐、买书阅读，保持心理上的年轻愉悦。如果长期闷在家里无所事事，心情郁闷寂寞，身体反而更容易垮。良好的心态是健康的重要部分，舍得为自己的快乐买单，哪怕是一顿可口的营养餐，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游览，一本有益身心的好书，都是在给自己的身心加油充电。不要忘了添置一些提升生活品质的健康用品，例如一张支撑性好的床垫可以改善睡眠，一双合脚的舒适鞋可以保护关节，一副助听器，合适的老花眼镜可以让生活便利安全。如果身体某方面机能下降，就勇于利用辅助工具改善，不要省那点钱委屈自己，更不要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老了，适时戴上老花镜，安装扶手、防滑垫。这些买来的小改变能避免一次跌倒住院的大代价。养生保健该花的钱要花，定期体检该做一定做，生病了该吃药住院绝不犹豫。记住，有了健康的身体，你才真正拥有晚年幸福的本钱。没有健康，一切归零。第2样决定晚年的东西就是安全感。这份安全感包含了经济保障和生活保障2个层面。首先是经济上的踏实无忧。人到晚年最怕的就是为钱发愁，即使你现在手上有存款，也要学会把钱安排妥当，转化为持续的保障，而不只是摆在账户上的数字。聪明的长者会用部分存款购买可靠的保险和年金，例如医疗保险、长照险、寿险等，为自己的晚年风险做好布局。这样一来，万一将来发生重大疾病或需要长期护理，有保险理赔可以减轻经济负担，不至于让自己和家人陷入困境。有些人不愿支付保险费，总觉得自己用不上是浪费钱，但正所谓未雨绸缪，老年人宁可百万备而不用，
不可千万用时无备。花钱买一份保险，买的其实就是一个心安，一份对未知风险的安全感。除了保险，还要确保养老金、退休金的安排得当。如果有理财经验，可以选择一些稳健的投资理财产品，让存款在通货膨胀中保值增值。如果不善理财，宁可求稳，不要贪高利，选择银行定存、年金险等可靠渠道，避免上当受骗。近年来，很多诈骗专盯着中老年人的养老钱，什么高息理财、养老公寓投资，其实是陷阱。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，用钱买保障，而不是买风险。与其把钱乱投资，不如留着保障生活开销。更不要轻易把毕生积蓄借给他人，或交给未经信任的机构打理。在财务上给自己留足应急预备金，有备无患，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。这种底气就是晚年安全感的来源。安全感的另一层是生活上的有备无患。上了年纪，行动和照顾自己的能力可能下降，需要提前为未来买好照护条件。这包括两方面，一是居家环境的安全改造，二是外部照护资源的准备。首先，检查一下自己的住房环境，需要的话，用存款对家里来个适老化升级，装个防滑扶手，改造卫浴，防止滑倒，房间采光，通风改善。楼层过高的考虑安装电梯，或干脆换个电梯房，确保自己即使腿脚没那么灵便了，也能在家里自由安全行动。有条件的话，很多人选择在离城不远的郊区或老家建一处平房别墅，环境清幽，适合养老。这也是给自己买一份舒适安逸。总之，住房是每天生活的基础环境，一定要舍得花钱，让它舒适安心。正所谓无心安处是无香，住得开心满意，晚年生活才有幸福感。其次，要为自己可能的失能或需要照料的状况提前做打算。如果有子女愿意照顾您，当然是幸事，但我们不能将一切照护期望都压在孩子身上，那对他们未必公平，对自己也是风险。聪明的长者会预先了解周边的养老资源，例如优质的养老院或社区长照中心，评估一下费用和条件，必要时考虑预定一个位置，或者考虑未来请一个靠谱的看护或佣人，需要多少开支，甚至有人会未雨绸缪地购买养老房或养老公寓的汇集，提前锁定未来可以入住的照护社区。当然，这些需要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量力而为，但关键是心中要有数。万一自己失去自理能力，有没有地方去？谁来照顾？费用如何？现在花时间和金钱把这些问题想透，等真正需要时才能不慌不乱。当你知道就算将来行动不便，也有专业的人员、完善的环境照顾你，你的内心就会充满踏实的安全感。安全感其实是送给未来自己的礼物。现在花一部分钱为将来的不时之需做好准备，这笔钱花的其实最值得，因为他买来的是老有所以的踏实。无论发生经济风险还是健康意外，你都有后路，不会成为儿女的负担，更不会让自己陷入绝望的困境。当你拥有足够的保障，晚年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无惧，从容优雅地享受生活。第三样至关重要的是亲情和友情。人到晚年，最怕的莫过于孤苦无依，形单影只。有句古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但反过来说，家中有亲人相伴，老人才能像宝一样安享晚年。钱可以让生活物质无忧，却买不来真心的陪伴与关怀。然而，有智慧的长者懂得运用自己的财力和智慧，去经营亲情和友情，换来精神上的满足。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也是一种购买，用你的时间、精力，必要时用金钱去换取家庭和睦、儿孙绕膝、朋友相伴的温馨晚景。现实中，有些人年轻打拼事业，忽略了与配偶子女的感情，退休后闲下来才发现，枕边人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子女各有各的生活，难得登门探望，晚年生活充满了失落与凄凉。其实55到65岁正是重新经营家庭关系的黄金期，这个年纪多半子女也已成年独立，夫妻俩从共同养育孩子转变为单独相处的伴侣。如果这时不主动投资感情，
到老了可能真是同床异梦，相对无言。所以一定要舍得为爱人、为家庭花时间、花心思，必要时也花点钱。平日里多关心伴侣的健康和心理，多一些倾听和陪伴。节日或纪念日，舍得为老伴选购一件贴心的小礼物，或者安排一次浪漫的晚餐。哪怕只是每天一杯热茶的问候，睡前一句晚安的叮咛，都能温暖彼此的心。有人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走到人生暮年，枕边人其实就是你最重要的守护。用心经营夫妻情感，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学会彼此包容体谅，这些都是给自己的晚年买一份爱的保障。当你们相互搀扶，走过风风雨雨，到头来依然有说有笑的作伴看夕阳，这份幸福岂是金钱能换来的？对子女也要懂得智慧的维系关系。现代社会很多家庭两代人观念不同，老人生怕成为子女负担，子女又嫌老人唠叨。解决这些代沟的秘诀之一，其实就是适当运用自己的资源去换取天伦之乐。比如主动提议出资组织一次全家旅行，让子女假期带着孙辈一起出游，共创美好回忆，或者时不时给远方的孩子寄点家乡特产，贴补一些小钱，不是为了贿赂他们，而是表达长辈的牵挂与关爱，这样孩子们也更愿意常回家看看。一位智慧的长者曾说，钱花在家人身上永远不会白花。当然，给予要有分寸，量力而为，重在心意而非数额。我们花点钱孝敬自己年迈的父母，帮衬一下孩子买房带娃，都是在为家庭的和睦投资。只要家庭和乐融融，晚年自然精神满足。友情同样宝贵，人到晚年，除了亲人，还应该有3、5知己老友，茶余饭后聊聊天，互相关心。一些研究发现，老年人拥有良好社交关系，患抑郁症和认知衰退的风险都更低。若有老友在身边，孤单无聊便无处可乘。想想每天清晨与几位挚友公园漫步，傍晚围坐下棋拉家常，是多么快乐的事。所以我们也要舍得为友情买单，偶尔组织老同学聚会吃饭 AA 制，该你做东的时候别吝啬，遇到朋友有困难，伸出援手帮助也是一种积德行善。当年轻时代的朋友彼此还能在暮年相互取暖，这种友情本身就是无价之宝。当然，维系亲情友情最重要的还是真心，但有时适度的物质付出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。重阳节给父母添置一件御寒衣物，中秋节给孩子孙子准备一些礼品，逢年过节寄张卡片，备点红包，这些小小花费带来的是浓浓的人情味。别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才追悔莫及，也别舍不得电话费、车票钱，错失与亲朋相聚的机会。生命无常，感情需要经营。老了以后，真正能让你笑的人，是身边爱你和你爱的人。用财力和精力换来这份亲情友情，是再值得不过的买卖。记住，子女孝顺、夫妻和睦、朋友常聚，这3样加起来，就是晚年精神最大的富足。第4样决定晚年幸福的是生活的乐趣和精神寄托。人活到晚年，物质需求其实很简单，真正难得的是内心不空虚，有事可做，有所热爱。许多人一退休，骤然失去工作角色，觉得生活失去重心，日子变得漫长无聊，甚至产生抑郁。要避免这种情况，就必须在55到65岁这段过渡期，提前买入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寻找新的生活重心，把你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能带给你持久快乐的事情上。这就是在为自己的晚年储备精神粮食。每个人热爱的东西不同，但无论是什么，只要是健康积极的，都值得去尝试和投入。有人年轻时忙于工作，许多兴趣来不及培养，到了中老年正好时起。比如你喜欢音乐，就买一把古琴或吉他，跟着教学视频每天练习，学无止境，其乐无穷。喜欢书画，就报名老年大学的书法绘画班，添置好的纸墨笔砚，每日临贴作画，在墨香中陶冶性情。热爱种植，就别舍不得购买园艺工具和优良花苗，把阳台打造成小花园，观花弄草，其他乐融。也可以培养一动一静2个爱好，静态的如读书写字、下棋赏鸟，
动态的如打太极、跳广场舞、钓鱼、旅游等，动静结合，身心皆养，舍得为这些爱好花点钱，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回报。有位老先生退休后喜欢上了摄影，他用部分积蓄买了台高级相机和旅游年票，于是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摄影旅行。每次出门拍到美景佳照，整个人神采奕奕，比同龄人都显年轻。也有位老太太一直想学英文，却苦无时间。60岁时干脆花钱请家教，从 ABC 学起，又买了录音机、词典，每天和老师对话背单词。几年下来，她不仅能简单交流，还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习伙伴，晚年生活丰富充实。可见活到老学到老，培养兴趣永远不嫌迟。只要有热情，舍得投入时间和必要的金钱，你就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。旅行也是极好的精神投资，如果经济和体力允许，一定要出去走走看看。很多长者年轻时忙于工作，没时间旅游，等退休有闲了，却舍不得花钱走远路。但世界那么大，何不趁能动时去看看，参加一些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团，或者约上好友自助游，都能开阔心胸，增添见识。旅途中认识新朋友，体验新风光，会让你重新感受到生活的鲜活与美好。有人常说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晚年有条件出门旅行，其实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滋养。当然要量力而行，不必去太劳累或昂贵的行程。重点是让自己走出家门，融入社会，感受诗和远方的魅力。这笔旅游开销换来的是满满回忆和见识。任何时候都不算晚，有些爱好可能还能转化为价值和贡献，让你晚年更有成就感。比如你热心公益事业，那就把时间和部分钱用在慈善志工上，帮助他人，自己也收获充实和被需要的感觉。或者你擅长一门手艺，完全可以购入新工具，在家开启第二事业，做做手工、小买卖，不会赚钱多少，只为每天有事情让你享受其中。更有甚者，现在互联网发达，不少年过花甲的网红出现，有人会吹拉弹唱就在网上直播才艺，有人旅游拍照分享到部落格，收获大批粉丝。这些都证明了，只要肯花心思买入自己的兴趣，并坚持经营，晚年生活可以精彩纷呈，与众不同。精神寄托，说白了，就是给生命一个继续热爱的理由。当你每天早上醒来，想到今天我要去画一幅画，或者下午跟骑友有约，或者最近在学的新菜谱试试看，你的生活就有了盼头和色彩，哪还顾得上寂寞和无聊呢？所以趁着55到65岁，赶快去发现和培养让你发光的爱好吧。该买的乐器买起来，该上的课程上起来，该交的学费、旅费别心疼，把钱花在丰富自己的阅历与才情上，这是谁也拿不走的财富。当别的老人愁眉苦脸打发时间，你却才情满怀，兴致盎然地过好每一天，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晚年最大的幸福吗？最后一样，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样，就是开阔达观的心境。我们常说要有正能量，而到了人生的秋冬季节，心态的好坏更是决定晚年过得安乐或凄凉的核心因素之一。多少老人其实物质无忧，儿孙绕膝，却因为心胸狭窄，多疑多虑，搞得家庭不和，自己也郁郁寡欢。也有的人经历种种变故，依然乐观豁达，于逆境中活出笑容，让晚年变得灿烂。心境好坏，往往才是幸福晚年的分水岭。那么，我们又该如何买到一颗好心态呢？心态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可以通过不断修炼和学习来获得。首先，要舍得在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上投资，建议多读一些人生哲理和传统文化的书籍，例如《易经》、《论语》、老子等经典，从中汲取智慧。有人说，《易经》是人生智慧的宝库，它教人顺应天道，处变不惊。60岁上下的人，不妨花点钱给自己买套好书，潜心研读。古人50知天命，60耳顺。透过学习圣贤智慧，我们更能看淡得失，宽心面对生活的变化。很多长者读了曾仕强教授讲解的《易经》、命理哲学的书，恍然大悟，想通了许多以前想不开的事，心态一下平和开朗了。这就是知识和智慧带给心灵的回报。
其次，要学会放下执念，调适情绪。人在变老的过程中，难免会有孤独感、无力感，但千万不要沉溺在对过去的留恋或对未来的恐惧中。要告诉自己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，心态好，一切都好。也许过去你是单位领导，一呼百应，现在退休在家，没人把你当老板，心里有落差，怎么办？你可以换个角度想，正好轻松无压力，享受平凡才是福。又或者有好几件当年的憾事，一辈子的恩怨，让你念念不忘。这时候不妨花点钱做件善事，积点德，或者到寺庙拜拜，抄抄经书，在仪式感中放下包袱。很多老人晚年喜欢捐款助学，参与慈善，不单是助人，也是给自己的心结找一个出口，把过去放下。当你付出了爱心，得到的是内心的宁静与知足。可以说，每一次行善其实都是在花钱购买心灵的安宁，这样的钱花得毫不亏本。同时要远离那些消耗自己正能量的事情。有些老人退休后喜欢管东管西，结果卷入子女是非、邻里纠纷，气得血压飙高。还有的人沉迷在小道消息和负面新闻里，天天愤愤不平，这些都大可不必。我们不妨买一些距离和亲近给自己。子女的家务事少掺和，年轻人的世界尊重其自行发展，对外界的是是非非也看淡些。电视少看点八卦暴力，多看看风光片、健康节目，把时间用来提升自己，而不是消耗在怨天尤人上。当你不再自寻烦恼，心情就自然开朗。有人说晚年要学会糊涂，其实就是要拿得起也放得下，不跟自己过不去。交友方面也要有所取舍，多亲近那些积极阳光的朋友，少和爱抱怨、爱攀比的人混在一起。人是会互相影响的，好的朋友圈能让你焕发朝气，不好的圈子只会让你陷入负能量比拼。宁可花点钱多参加一些正能量的社区活动、养生讲座，扩扩眼界，认识乐观开明的新朋友，也不要天天跟一群人围着抱怨儿女，比较谁的病更多。你可以买一张健身房或舞蹈班的票，去结交爱健身的同伴，买一个网络学习课程，去认识年轻的朋友，让自己始终跟上时代。当你的朋友圈充满欢笑和正气，自己的心态也一定不会差。最后要培养一颗感恩知足的心，知足者常乐，这绝对是老年幸福的不二法门。活了一大把年纪，人生起起落落都见过，其实还有什么放不下呢？每天清晨睁眼能看到阳光就是幸运，吃得下饭走得动路就是福气。抱着这种感恩心，生活中那些不顺心的小事就影响不了你。别忘了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。为何不开心的过？如果心境一直保持年轻乐观，你的晚年就一定是幸福的。有人做过调查，100岁老人中普遍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不是有钱，也不是子孙满堂，而是脾气好、爱笑、心态积极。可见豁达开朗的性格真的能让人长寿又安乐。这种好心境其实就是靠平日一点一滴修炼出来的。我们花钱买书、买课程，出去旅游，广交善友，最终图的不就是一个心胸开阔、快乐豁达吗？当你拥有了正能量满满的心态，看什么都顺眼，遇事不钻牛角尖，晚年生活自然处处是阳光。亲爱的朋友们，55到65岁正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也是我们为晚年生活未雨绸缪的最后窗口。幸运的是，这个年纪的我们通常手里已有了一定的积蓄，能够为自己购买幸福的条件。让我们总结一下，晚年真正决定幸福与否的5样东西，其实分别是健康的身体、安全的保障、和睦的亲友、热爱的事情以及达观的心态。这5样缺一不可，它们彼此交织，构成了美好晚年的图景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这5样东西大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现在开始行动，永远不嫌晚。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，把心思花在值得的方面。我们存了一辈子钱，最好的用法莫过于投资在自己身上。也许有人觉得省1分钱就是留给儿女多1分遗产，但试想，如果我们不舍得为自己买健康，将来大病卧床，儿女不但得不到什么遗产，还可能为我们的医疗费焦头烂额。我们不舍得改善生活环境和品质，导致晚年郁郁寡欢，
子女哪能安心工作生活？与其死守着存款数字，不如善用金钱为晚年换取真正的幸福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钱只有花出去，才真正属于你自己。晚年把钱花在刀刃上，不是挥霍，而是智慧。最后，请牢记，幸福的晚年是需要经营和准备的。现在花一部分钱，为将来的不时之需做好准备。这笔钱花得其实最值得，因为它买来的是老有所以的踏实。无论发生经济风险还是健康意外，你都有后路，不会成为儿女的负担，更不会让自己陷入绝望的困境。当你提前买下了健康，未来就不会被病痛击倒；当你买下了安全感，就不会因风险而恐惧；当你买下了亲情友情，就不会凄凉孤单；当你买下了乐趣爱好，就不会无聊空虚；当你买下了好心态，就能笑对人生的落日余晖。这5样保障，钱买得到，也买不到。它需要金钱的投入，更需要你的用心经营。但一旦拥有，它带给你的回报将是无价的。各位长者朋友们，希望你们听了今天的分享，能有所启发。有存款是幸事，善用存款才是智慧。从现在起，好好善待自己，该花就花，该买就买，把那5样属于你的幸福牢牢抓在手中。这5样东西将彻底决定你的晚年是幸福还是凄凉。选择权就在我们手上，让我们一起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活出一个温馨充实、无怨无悔的快乐晚年吧。祝愿大家都能老有所养，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安，在人生的黄昏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光彩。